看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asey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家常用的一体家事皂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你们的朋友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陪伴我，跟着这个频道，我们一起成长。这次用慢炖锅做，用慢炖锅的好处是比较省力，在热油之前要先将慢炖锅预热，才不会油热之后倒进去时，油的温度又降下来了。因为做一体皂，温度是很重要的。首先将椰子油加热融化，慢慢的等到完全融化之后，就可以将橄榄油倒进来了。到这个时候的重点就是油温要加热到86度 C， 然后才关火。离火之后，就可以将融化的油小心慢慢的倒入已经预热好的慢炖锅之中。记得将温度计放进去慢炖锅内，要确保它的温度是保持在86度 C。 这个时候你可以将慢炖锅的温度设在保温的状态。接着处理氢氧化钾的部分，为了避免氢氧化钾降温太快，所以我是一次的就把它全部加入水中。那也因为安全的关系，所以我就会拿一个盖子将它盖上，以免喷溅。但是我发现在温哥华买到的氢氧化钾，它的反应好像没有在台湾买的那么的激烈，所以我们在买氢氧化钾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的纯度是多少。像我买到的纯度就是 91.1% 的，那么你就要将配方中的钾量除以 91.1%， 这样可以还原成 100%。这样的做法是可以让氢氧化钾的皂化能力比较好。然后你可以看到碱跟水结合之后，它最多也只能够到66度这个温度，而这个温度远远不够我们要去和油结合的温度。我需要的温度是76度 C， 所以我们就在炉子上让它加热直到76度 C， 然后离火。油温86度，氢氧化钾76度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倒进来。那把那个锅子里面的氢氧化钾挖干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个直立式的搅拌器搅拌了。这个过程呢，由稀到浓，它的变化很大，而且常常是在一瞬间，所以我就没有剪掉，直接用快转给大家看。你会发现我换了手动的打蛋器，因为如果你一直用直立式的电动搅拌器的话呢，很容易引起火山爆发。搅到越来越浓稠，你快要搅不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改用塑胶刮刀搅拌。因为现在温度很高，好像有火山爆发的迹象，所以我立刻把它离火。那你就知道在做这个的时候呢，戴这个塑胶手套是很重要的。现在离火之后呢，仍然要继续的搅拌它。它等一下由浓稠到凝固成团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你可以继续的往下看。这个时候塑胶刮刀已经搅不动了，那我就换成木匙来翻动它。
这时候整理整理皂团就差不多，大致上已经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就将它放回慢炖锅。通常我是用低温让它温着，时不时的就要将它翻一翻，它会越来越透明。通常保温的时间大概是1个钟头左右，大约1个钟头后就成这种状态，它已经非常透明了，而且是非常好的状态。现在就可以把它装在盆子里面，放进保丽龙箱，让它继续皂化。我通常放在保丽龙箱里面是会放48小时。皂坨有没有成功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你拿起来的时候，它不会粘手，然后呢很容易撕开来，基本上就是成功的。再来就是看它有没有透明，这个透明的程度呢会随着不同的油品而有所不同，基本上还是要有这种通透的感觉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不急着用，继续在保丽龙箱放个2星期，让它继续熟成，它的碱性也是会继续下降的。通常我制作皂液都是取1:1的比例来做，例如500公克的皂团，就会用500公克的纯水来融化它，就像画面上这样，慢慢的一片一片的将皂团撕开，丢入水中。一边丢一边搅拌，等一下它就不会全部的皂团又粘在一起。皂团和水完成之后就是这种状态，通常放1天，它也就会全部都融化了。然后记得在上面写上制作日期、肥皂的名称还有分量哦。1天之后，它已经全部都融化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测试它的 pH 值。这是刚做3天的皂液，用酚酞来测试 pH 值，看它呈现的深粉红色，就知道它的碱性基本上还是高的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添加柠檬酸，来中和它的碱性。刚放进去的时候，它会呈豆花的状态，大概在1个多小时之后，这种状态就会消失，变清澈了。现在我们再拿放了1个多小时之后的皂液来测试。可以发现它这个时候已经呈无色的状态了，那表示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肥皂了。通常这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甘油，它可以增加滋润度，也可以让压瓶的瓶口不要那么容易阻塞。但是因为它是加湿皂，所以基本上我不会加甘油，也不会将它蒸稠。会直接加上1% 的茶树精油，因为茶树精油有抗菌的效果，所以我觉得拿它来洗碗、洗衣服是最好的精油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加上你自己喜欢的精油咯。刚刚加上精油的时候，会呈现这种混浊的状态，也是一样，放一段时间之后，它就会慢慢变清澈了。1个晚上之后，它就完全变清澈了。现在就可以装瓶咯。最后贴上标签就完成咯。